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我们的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我们的淡大财经系教授聂简中。嗨，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中日冲突，现在日本翻车了吗？这个小泉进次郎说他不知道陆方在这个海域来进行演习，结果被录音党打脸了。所以现在大陆外交部是非常的强硬，说呢，日方拒不解释在事先收到通知的情况下，为何执意派战斗机擅自闯入，制造紧张事态，持续的恶意炒作。日方是不是在故意转移焦点，企图要误导国际社会呢？好，他也说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明辨是非，不要被日方给蒙蔽了。日本盟友尤其要提高警惕，不要被日方给带节奏。好，而且现在呢，日方突然改口了，那么网友也非常的生气根据日经新闻报道，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事后还公然撒谎，说中方没有通报训练的事情给日方，让日本网友相当的不爽。说从当年的卢沟桥事变到如今的雷达照射事件，日本政客说谎成性的本质真的是丝毫未改。而且日本不是第一次用这一招咯，在2018年的时候呢，韩方也表示他们有一艘军舰为了救援一艘渔船开启雷达，谁知呢却被日本自卫队一架军用碰瓷，说呢是韩国军舰刻意用雷达照射自己的。这件事情很快就引发了日韩双方的外交争端。韩方当时呢在多个国际社交平台发声，让日本外交站不住脚，难占便宜，最后是不得不变相宣布休战。好，现在日本国内呢，也看不下去了，说出现事实与日本官员说法严重不符的情况，高市内阁已经不可信了，这个是国家的耻辱，整个内阁都必须要辞职，这个是前朝日新闻记者的说法。好，不过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在这个钓鱼岛附近呢，中方呢也没有打算要给你退让现在呢，有4艘的中国海警船只呢是接连驶入了位于冲绳县的石垣市尖阁诸岛，也就是钓鱼岛附近的海域。那么4艘船呢都有搭载机关炮。日方也出动巡逻船，要求驶离领海。那么中方的船只于下午的时候呢，也陆续的驶出。不过对此呢，中国的海警局是表示这是一个依法的维权巡航活动。但是这个中国解放军呢是完全没有要打算退让的。现在解放空军报呢又发布了一个影片来吧，敌人！我们把子弹呢已经给推上膛，强军梦想就在我的肩上，没有二话，就是要打胜仗。好，这个解放军真的是一天一个影片不断的在宣扬自己的军力有多强。好，另外呢，在于这个国际社会上呢，中国的联合国大使这个傅聪呢，又在这个全球治理小组的会议上面启动致辞，说呢，任何试图美化侵略、扭曲历史，甚至是军国主义招魂的行径呢，都是对世界和平稳定的一个威胁。好，不仅如此现在中国还是持续的在拉盟友，尤其是俄国。我们来看到中俄已经联合巡航在东海还有西太平洋了，引起了日方的关切。而对此呢，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就说呢，这一次的联合战巡是年度合作计划内的项目，展示双方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而俄国怎么说呢？俄方说我们当然不能对日本出现新型杀伤性武器的事情置之不理，这些武器是美军在演习后留在那里的，我指的是导弹。好，现在呢，中俄双方联手来看到中方是怎么说的呢？中方说呢，这次的联手涉日本问题来进行战略对表，达成高度共识。而这个对表是源自于军事术语的，是指是在发起协同作战之前，指挥官跟各部队的长官都需要校对时间，确保所有行动在同一时刻分秒不差的执行。而这样的词汇首次出现在外交场域，也是中俄对日本问题从相对单纯的外交议题升级至军事议题。好，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碰瓷被发现了，那么它的下一步该怎么去化解呢？我们来请教亮哥。这个小泉进次郎就是硬凹啦，他就认为中国大陆给予的通知应该按国际通用的格式叫 NOTAM NOTAM
我们叫 Notice to Air Missions 啊。那中国大陆事实上有照会啊，它透过辽宁舰，然后连通了这个日本的那个兆越护卫舰，那兆越护卫舰也给予回应，说 Copy your message。所以中国大陆当然就会认知你已经收到了嘛，那再由这个兆越舰去通知日本的相关单位嘛，那显然是没有啊，因为中国大陆就跟他照会的内容就是，我将在航母以南要做演习到下午6点，那在这个期间，请那个不要闯入啦等等嘛，那结果后来我们就看到日本先后2架这个 F-15的战机就闯入嘛，那中国大陆当然就不客气了嘛，就用歼15，然后对那个也不是火控雷达啦，是搜索雷达，这个事后都已经证明了。那日本这个有改口，日本第一时间都说是火控雷达啊，所以这是要命啊，因为火控雷达照射，那只要按钮飞弹就射出去了啊，那可能几秒钟的反应啊，因为第一次飞机相隔只有52公里，然后第二次是148公里啊，那基本上都在视距外了，所以你根本看不到，所以你可以去想象日本的飞行员收到了那个雷达照射警讯，那通常那个飞机会大叫，吓到，那一定会把他吓死啊！那第一次只有3分钟，他就立刻飞走了。那第二次又来了，隔得更远，148公里。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这次展现了它的搜索雷达照射范围可能是200公里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啊。那中国大陆并不是没有通知，只是它的通知方式是舰对舰，就辽宁舰对日本的兆越号116号的护卫舰，这个是事实，日本也承认了。可是小泉都不提这一段，小泉记者会就说啊，你没有给我 NOTAM 啊，你没有给我那个 NOTAM， 没有给我那个飞航的通知啊，等等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在硬凹了啦。这个你也看出小泉这个人的个性，他就绝不认错，他不愿意认错啦。其实这个只要稍微认错，风波就没了啦。你只要说，哎呀，我们内部联络有一点这个沟通失常。不过我跟你讲，日本人不能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就要就办，要办人啊，就有人下台了，那他就没有下台阶了啦。这个是一个遗憾嘛。那当然，你这样做，中国大陆当然是不爽嘛。所以你说未来会不会继续展现肌肉？我觉得几乎是100%因为至少这次展现出 F-15的雷达照射的范围真的是蛮广的那未来俄罗斯也要来参与那个中俄联合的军演在日本附近还没开始那日本是这样啦，日本就觉得说已经到火控雷达，因为第一时间日本说是火控雷达嘛，所以我们台湾也照抄啊。然后他就想说，美国知道是火控雷达，应该会出来开记者会吧？会不会骂一下？结果出来开记者会就讲得不痛不痒的就是我们坚定支持日本防御的决心不会改变。你怎么没有提到雷达呢？所以日本感到很失望那当然高市早苗就觉得，我不是跟你很好吗？川普你的白宫记者会怎么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一题啊？我认为白宫记者会一定是严格要求，拜托记者不要提问这件事。不然你看那个凯洛琳那个记者会，我们都看过嘛，已经很久了没有人提这一题。所以简单讲就是白宫不要回应了，不要回应。那我觉得这里应该凸显了川普一些考虑啦。第一个，他不要跟中国弄坏关系，4月还要去中国访问，然后呢，中国大豆也买得很如期买了那稀土管制也在放松，目前一切都在顺利状态那第二，我讲白了啦，他也觉得你日本莫名其妙啦，你讲台湾有事，中国有事干什么？所以他也一度说你不要去扯台湾嘛。那后来高市早苗想要转题目嘛，
啊，结果又扯到旧金山合约，跟他打掉，结果中国大陆就给你拉到战后2战的胜利成果啊，战后的国际秩序的定位啊，等等等啊，搞到这个层次就没有退路了啦，因为这已经不是政治公关了，这是是非对错的问题了啊，所以我觉得高市长已经搞到自己也骑虎难下了。我跟你讲，这个政治符合牛顿第3定律啦，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成正比，你拉越高，你摔得越痛，啊，你面临的政治代价也越大。高市长目前就是这样，他如果让了，恐怕就下台了，哦，所以有人在谈嘛，说，最近会不会那个纪念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那中国大陆会不会再做什么动作啊？那高市长会不会在12月26，就是那个安倍12年前去靖国神社，然后刚好也碰到毛泽东的诞辰啊，去那边表示我是右翼，日本万岁，然后就下台，也有人就猜啦，喊完再下台。听起来好像都不容易啦，因为高市长不是代表他一个人，他代表的是整个右翼的路线啊，那也包括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点战略收缩的味道。所以西太平洋需要盟国站起来嘛，增加他的军事嘛，所以日本也认为他逮到机会，说美国要退，那我要站起来，所以我认为今年内要解决，我觉得不太可能。结果有点弄巧成拙了。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高市没有下台阶，小泉一样也搞得自己没有下台阶，两个人都一样，就看起来日本的政治家的水准呢，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这些正二代，还有呢这个随风起来、随着风口浪尖起来的政治家，真的素养是不足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形成越来越不可收拾的地方啊，高市长说是讲错的话，然后呢，小泉开的这个记者会，请各位不要忘记是半夜开的，那半夜代表什么？非常的紧急啊，非常紧急，否则怎么会去半夜呢？但非常紧急，所以全世界都吓了一跳。非常紧急的时候，那结果出现是一个大乌龙，是一个大碰瓷。那这个讨论起来，一个呢你被蒙蔽，这整个智慧的系统里面，这个骗你，这一个嘛。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明知不是这样子，但是我要去制造那样的氛围，那你不是被蒙蔽了，你是来骗全世界了。对。是说谎，这个是很严重，在国际上你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说谎。再说谎呢，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了，火控雷达，我们当时都认为是火控雷达嘛，结果现在证明了不是火控雷达。所有中国大陆现在所呈现的消息，既有通知你，而且一般的搜索雷达。那么日本到了这个时候啊，日本必须认清一件事，这个啊。头伸出来给我们剁头啊！就是这个时候，真的谁件没有说错？为什么？我举个例子，美国现在战略收缩了，现在亚洲对所有的台海事情最关注、最有关系的国家就剩下谁？是日本。而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种事本来你不说就没事，现在你说出来之后，中国大陆一定借这个机会让你日本把话给吞回去。没有吞回去是解决不了问题。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假如日本在这个事情上吞回去是台湾有事，没关我日本人的事，连日本都吞回去的时候，我请问所谓的亚洲，所谓的什么欧洲啦，什么价值联盟什么的，你看还有什么发言权？所以不能吞啊。不，但是非吞不可。今天中国大陆摆在说，我要让你非吞不可，因为这是中国大陆逮住的机会。平常你要叫人家吞这一句话有没有？你有什么资格？现在是你既然说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现在我要让你吞回去，台湾有事没你日本的事。当你这一句话吞回去的时候，整个台湾的地位被日本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断送掉了。这一个部分呢，是大家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新的情势正在酝酿中。中国不会退缩，至于高市的政权会不会垮？自民党政权会不会垮？那是日本人的事。那今天大陆摆出来的姿态，因为大陆也不能退了，
今天大陆退啊，共产党政权搞不好也会都会有很严重的问题。好，来请教聂教授。OK， 这件事我有可能稍微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哈，因为在整个过程中间有一段叫做后来他们有打电话给中国，他们有一个中日的一个紧急对话机制嘛，可是中国不回应，有没有这一段？有吗？那我是这样在看的哈，你知道一个攻击方他今天要去对对方呢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必须师出有名。那当然，他们为什么会提到卢沟桥事件？我们大家都知道，1937年，民国20年7月7号，那是一个假议题，就是走过了卢沟桥，少了2个士兵，这怎么来的？就是这攻击方想要做动作了，他必须做一个阴谋论。那我有时候在想啊，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之后呢，很快的中国就有非常多战狼精神的这种标榜出来，有什么箭已经上弦啦，枪已经上膛啦，就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一些恫吓的声音就出现了。尤其在整个东北万丈冈就不断的被挖出来，然后南京大屠杀事件不断的这个文宣，把这个民族意识带到很高。这次我就在想，中国是不是在想说，台湾真的发有事的话，其实不会有事；钓鱼岛有事是小事啊，也不会有事。那这个琉球有事也没事，但是日本真的有事，那他真的就可能就要让你有事，因为这就是他们枪上膛、这个箭上弦的概念。所以呢，这是一个红线边缘，他虽然没越界，可是即便我觉得对岸告诉了你，可是他就很小心、很智慧操作。孙子兵法不知道有没有这一招，走到你边缘去，稍微的示威。稍微的施压，让你会害怕。那对方当然应该是，如果说侦察应该是侦察机出来，结果不是战斗机 F-15，那他们已经这个非常智慧的告诉你，我们歼15不输你，马上出来。至于是不是火控雷达没关系，就算是收水雷达，砰定到你，就让你就算假枪弄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会害怕。所以他们一怕以后，马上就告知了上位者。小泉进次郎呢，也可能是被蒙蔽了。我觉得从日本第一时点，因为这种不会这样随意骗人呐，这是我的认为。他被蒙蔽之后，他第一时点认为糟糕，他们已经突破了这个越界了。第二个，他们用了火控雷达了，所以这个也或许是被蒙蔽。因此呢，当然我们最后看到是这个录音档出来以后，发现这个小泉进次郎好像就我也被人家 set up 啦，我觉得被中国 set up， 我就让他更糗嘛。这就是很聪明，我跟你吵架，帮你特别录音了，所以你就变不了。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大，是因为惹到了现在这只龙。这只龙现在非常厉害。我们的这个要知道，日本的现在军事实力或怎么样，就在美国最后在后面撑腰，而且美国还有求于中国的现实状况之下，日本真的在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件事情，真的会惹毛我们讲对岸，而对你就真的产生有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迟早日本会稍微收缩的。好，刚刚提到了，现在中国跟俄国已经在联手在绕日了。那么日本呢，找谁？找美军帮忙。好，现在呢，美日10日啊，在日本海举行一个联合飞行演训，美军2架具备核武投射能力的 B-52轰炸机也参与了这一次的演训。好，这个举动呢，被视为是前一天中俄在日本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演习之后，美日展现武力的行动。好，除了美国之外呢，北约也是啊。小泉进次郎10日晚间跟北约秘书长吕特进行了15分钟的视讯会谈，双方对于雷达照射事件以及中俄轰炸机联飞的情形强烈关切，好，确保要保持密切合作。好，但是你跟美军一起来联合演习，高市早苗还是希望赶快跟这个美国的老大川普会面啦。那为什么希望跟他会面呢？日媒就解读了，是希望加大向中国展现美日团结。而日本的众议员呢也说了，明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是个好机会，尽管这个时段呢会与往常的例行国会立场冲突，导致首相往往不克参与，但是呢，这是可以协调的，就是希望高市能够去参加这一次的会议。不过呢，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啊？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批说中国行动不利区域和平，而美国的众议员也呼吁了，说呢，对军事还有经济2方面日益遭受中方胁迫的日本要加大援助力。但是川普本人呢，他是依旧晋升的。
而现在这个牛弹琴，也就是大陆的这个分析就指出了说，为什么这个想要见上川普一马呢？是希望啊，美国好歹你去拉日本一把吧。就是因为日本怕再遭遇越顶外交，之前是中美领导人先通电话之后，川普一个电话打到东京，已经让日本很尴尬了。本以为自己是向美国献上了投名状，哪知道自己变成了麻烦制造者。那牛弹琴也分析，日本现在有3急，第一集呢就是要急着转移视线，炒作这个雷达照射事件的尴尬局面。第二集呢是拉美国来站台，那么爱凑热闹的川普却没有公开发言，反而是跟中国领导人通话之后打电话到东京啊。第3集呢是急着防止政府垮台啦，因为日本的经济正遭遇严峻的挑战。那么高市作为少数政府垮台的风险正在持续的增加。而现在呢还有一个新闻啊，就是之前呢欧盟想要这个动用俄罗斯在欧盟遭到冻结的资产，结果东京拒绝了。结果现在日方又否认了，说呢，没有，我们没有说要这个不准他动用这个资产。那就有报道引述消息称，这可能是日方不想要得罪其关键盟友啦，就是怕你欧盟可能不挺日。再来就是俄国，你跟中国也靠太近了。那另外来看到，也不能够全靠美国啊，因为来看到美军现在可能也自身难保了哈。美国最高的机密文件超越优势简报曝光了，说呢，美方兵推多次显示啊，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军可能在中国以极音速飞弹还有大量廉价武器的攻势下，迅速的失去制海制空权呐。甚至呢，解放军是有能力在美国大批先进武器抵台前，就将有关武器全部摧毁，包括福特号航舰等主力战舰都可能会在几分钟之内就被击沉。好，现在呢，中国的威胁这么大，那美军当然也是要极力的来发展自己的军力。好，现在美军砸了140亿，要导入 AI 来救这个核潜舰后勤哈，将利用一个 AI 技术全面革新核潜舰的供应链管理，试图要解决这个维修延宕的结构性难题啦。好，看来你这个美国的问题自己也很大，那么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日本你还能够去依靠美国吗？我们请教亮哥。我觉得美国一定有他的考虑啦，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跟日本站太近，搞不好人家怀疑就是你在后面啊，是不是你策动的啊？我认为这件事美国真的没有啦，就是高市早苗，他可能有他们极右翼的思考方式啦，就是借台湾议题来惹怒中国，然后提高内部的民族主义跟中国的对抗。那高市早苗民调还在75啊，自民党的民调41啊，这搞不好是他的目的嘞。然后有很多军事的措施都得到进展啊，比如说武器出口，现在攻击武器也可以卖啦，国防预算增加啊，本来还想搞非核3原则的修改嘞。我觉得这个搞不好是日本右翼的目的啦。那如果是这样，那坦白讲跟美国没有关系啊。美国一定要中日即将开战，我看搞不好要真的打，美国才会认真看一下啊。所以美国看了一下啊，只有搜索雷达啊，小事啊，你们自己去搞啊。我觉得有点这个味道了。我认为事实上有一个作者啊，在美国一个杂志叫《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写了一篇文章啦。说日本是不是正在点燃第3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然后那个作者有2个论点蛮有意思的。他说啊，高市早苗很不幸，他碰到川普，所以你不会得逞啊。那第二，美国没有全力介入，结果呢，你反而是面对中国跟俄罗斯的审判，就你没有得到美国进场。那就变成你要过中国跟俄罗斯这2关啊，不然你怎么办？我觉得目前的局面有点类似这样，所以它越来越麻烦了。那我认为美国之所以不轻易在这时候跟这个中国发生军事上的严重的紧张啊，就是因为现在已经进入那个戴维森窗口期了。2026到2030年，美国的军工的供给量
就是跟不上他的任务的需求嘛。所以《自由时报》这个就是胡说八道吧。Palantir 只是一个软体公司，可以解决你造船的缺口。你到底在说什么啊？美国造船的缺口有多大，你知道吗？中国大陆是美国造船的230倍。你怎么去弄？这个已经牵涉到什么？美国的船坞能够做军舰的只有6个船坞，你怎么弄啊？中国的船坞超过20个。这个改变软体就可以解决啊？开玩笑嘛！美国的弹药连自己库存的安全量都不能够再提供了。我讲那个俄乌战争，你就知道它的弹药量、制造能量不足嘛。那俄罗斯呢？俄罗斯一下把它的那个国防预算拉到 GDP 的6.5%，那今年又拉到7%。俄罗斯目前造的弹药量是北约的3倍，北约总量的3倍啊！我讲俄罗斯啊，俄罗斯还比中国少10倍啊！你就知道这个有多悬殊啊！所以美国当然是越来越清楚，所以最近《纽约时报》才会写那个兵推嘛，就是那个超越优势简报，五角大厦内部在做兵推，通通都输啊！不是美国武器不好，而是美国的数量不够。它供需出了问题，那你这个还要轻描淡写，改软体就可以啊。自由时报在那边误导人家啦，美国人都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这个就是工业产能的问题啦。中国大陆的工业产能全世界35%，美国只有15%嘛，这个就是现实的问题嘛。而且你还要照顾7大洋人家只照顾1个洋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现实问题啊，因为就今年开始爆发了，所以日本你用台语讲叫没丢席了，你知道吧？而且从现在到2030，美国都不便跟你玩军事的大冲突了，因为美国觉得风险跟代价都太大了，这个就是一个现实面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吕胜峰委员。日本连犯了4个错，这是他今天最麻烦的地方。第一个错就是习近平跟高市会谈之后啊，然后你一回去就翻脸，这是第一个错，这公开打脸。第二个错就是你意图要把美国拉下水，结果美国不让你拉下水，这是他第二个错。第三个错呢，就是在中美和解的时候啊，你现在是扮演一个 troublemaker， 一个麻烦的制造者。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美国是闪到一边，然后呢，中国的加压你承袭不起。第4个错啊，就是最近发生的公然碰瓷说谎，这个一连串到这样子，我看不到日本在这个事情处理上哪一件事情做对了。而且错是一错再错啊，这个的危机你会造成你今天很麻烦，你解决不了的中日的问题，却把俄罗斯给带进来了。别忘了，只要看历史就知道，中日俄这3国这100年来啊，叫做恩怨情仇啊。对啊，那个尤其呢，中俄跟日本是恩仇啊，不，这个怨跟仇啊，远大于恩跟情啊。那所以日本在整个的国防里面，不是最担心的一件事吗？最担心俄罗斯从上面压下来吗？从以前2次大战前一直到今天，结果你日本就跟美国一样啊，川建国跟拜登啊，这搞得呢中俄啊变成背对背，非常的无限上纲的朋友的关系啊，一样的道理，这把中俄给连出来。所以各位呢，再看一件事啊，美日是有契约同盟的，是有条约同盟，可是呢，中俄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条约啊，可是却有默契同盟啊。这个你会发现，这很可怕。默契同盟更可怕，因为你不晓得他是真的来还是假的来耶。契约同盟还可以来议判，结果今天这个事情造成了果真呢是契约同盟已经出手了。最后呢，我想来告诉大家的，美国的这一个军舰的生产力啊，你只要看在南海撞山的那一艘潜水艇，几年了，26年才准备要修复，现在在后面排队的不
不晓得有多少。这就是今天美国那时候非常贵，海狼嘛，而且是最好的，对，最好。到现在还没修好，还没修好。那你看看战争里面的2次大战显告的例子就很清楚嘛，在一次的战役里，德国失掉了400辆坦克，美军失掉了500辆坦克，但是美军在下一个礼拜就补充了600辆，然后呢，德国那400辆就永远再不补充，这就是战争的无情。在太平洋战役也一样。日本被打了一艘船，什么时候补进去啊？美国是被打了一艘船，然后我马上补3艘船给，这就是今天中国跟美国之间在整个的产业上所形成的力道啊。也因此，我们今天必须要诚实的面对啊。纽约时报今天所公布的超越优势的简报啊，这个简报里面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也让民进党不要再欺骗我们。美国是不会来的，美国是不会来的，不可能啊！但是呢，我们不相信了，我们大家还在想啊，所以我想今天对美国最有信心的不是美国本身了，是民进党最有信心，因为赖总统他没有信心，他就崩垮了。但是今天《纽约时报》的这边，我今天碰到了不少人，很多人跟我讲一件事，《纽约时报》这一边对台湾的刺激很大呢，因为是《纽约时报》讲的。而且是引用五角大厦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面对台湾怎么样子来面对自己的下一步啊，可能是更需要的。好，请教聂老师。OK， 我觉得错，千错万错都是一个东西的错。中国越来越强大的错，中国底气已经高到了，他什么东西都能变成，他再错也是别人的错。我跟你讲一件事。刚刚不是讲灭顶外交吗？怎么来的？我讲一个国家要四足鼎立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那军事文化我们偏摆在后面，政治就是现在被灭顶外交了。你看哈，川普呢，他今天要去谈这个所谓的乌俄和平条约的时候，他先答应了乌克兰之后，先跟谁？普丁先通个话，这就是灭顶，先把乌克兰灭顶了。现在呢，先跟日本说，我现在要不要去协防你的时候，我先跟中国打个电话。为什么？中美先通个电话，先把你灭顶了。这在政治上的角力哈，你会发觉，在整个国际间，就算美日想友好，美国也不敢这么的友好日本，而他要重视中国，这就是灭顶外交。第二个，还有一个那个我们讲一些外交辞令，还有一个新的辞令叫冷宫外交嘛。从经济角度。你不觉得中国一开始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你的水产什么都帮你禁了，再来呢，所有的这个旅游禁令也禁了，甚至你艺人也禁了。我跟你讲，让他经济马上受伤，所以政治经济就被这样子冷宫外交、灭顶外交，日本马上就会当非常之多。我先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川普曾经讲过一句话，刚刚讲到的这个制造业，我也非常舍不这个刚才前面2位讲都非常有道理。川普曾经讲过一句话说 ：“Jesus 怎么会这样子？我们以前在2战的时候，我们一天造一艘船。”现在中国一天造一艘船，我们1年1艘都造不出来，非常清楚。我觉得还不是200多，是300多、400多的造船的这种技术，甚至是它的制造业已经完全空洞化。我要讲就是在2战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曾经喊过，要让美国，尤其在1940年12月谈的，成为民主兵工厂。那也就是刚才我们陈峰讲的很清楚啊。当时呢，他今天打烧一烧，隔天出现3烧。现在他打造一艘，连出都出不了，连坏了修都修不了。这是现在美国碰到最大一个困境，叫制造业空洞化。而相反的，我们的对岸，它的制造业成为了制造强国，而且它制造强国还不是一个地方哦，是全中国 spread out 各地方的制造都强。不要讲这个，光后勤的 AI 的配套，美国的 AI 是在民间较强，你不管盛世 AI 怎么样，就是矽谷这个地方非常集中化、区域化，而中国是。全中国到处各地方都有所谓的 AI， 甚至是完整的一个配套的一个整个全部的 AI 发展，所以美国就算要丢150亿的 AI 后勤，我跟你讲，缓不积极，还是赢不了，因为中国其实已经在2014、2018、2019、2023就不断在扎这个基金计划，早就已经做了这些事，而且做得很前卫了。
而且是全中国在布局的。所以美国这样做，我觉得缓不济急，而且追也追不上了。所以现在美国也不想要跟中国的关系搞差啦，但是呢，美国联邦的众议员就提出了警告啊，说呢，表达对于矿业产业集团爱芬豪大西洋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担忧，担心说这个。中国的企业呢，共产党已经进入了美国企业，但是川普呢，他还是非常的有信心呢。他说呢，他解决了稀土还有磁铁的问题，这可能会导致全球停摆，但是他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两人进行会面，解决了这些问题。而现在呢，白宫批准了向中出售辉达 H200晶片的决定。那么，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10日也说呢，美方正努力的跟中方来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并将继续追求妥善管理的双边贸易。还说啊，自己呢是亲美派，并非对中鹰派或者是鸽派。好，除了这个 H200已经要进口大陆了，Blackwell 早就已经被走私了吗？好，美媒报道说 DeepSeek 已经取得一个走私进口自海外的辉达最新一代Blackwell 晶片，用于训练其即将推出的新模型。不过对此，辉达澄清了，说目前并没有相关证据显示有幽灵资料中心协助晶片走私，呼吁大家不要过度揣测。好，不过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啊，说中国已经首次将自己的国产 AI 晶片纳入了官方采购清单，包括呢华为、寒武纪等中国企业的AI 人工晶片都已经列入了中国工信部等等的政府的批准供应商名单了。这也凸显了北京决心要减少对美技术的依赖，要强化本土的半导体产业。而另外呢，中国的人才呢，也可能是美国的好几倍啊！来看到了，像是呢，科学、技术、工程还有数学的毕业生数量呢，都是美国的好几倍。像是2020年，中国就培养出了357万名的 STEM 毕业生，为全球最多，远远超过美国，只有82万名。那么这个晶片战争的作者也警告了，说美国在 AI 人才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渐的衰退。好，美国缺人才这件事情，川普也承认。但是啊，川普认为有钱人都一定会来美国。来看他最新推出的一个黄金卡已经开放申请了，只要呢你缴交一笔不会退还的申请费1.5万美元，经过审查之后再缴交100万美元，即可以破纪录的速度来取得美国的永居权，并为取得美国公民资格铺路。那川普表示他就是绿卡，但是比绿卡更好，而且更强大。另外，川普呢也很自豪说啊，这个英特尔的交易让美国政府10分钟就赚了400亿。他说这笔交易让美国在短短10分钟内赚进400亿美元，也就是1.24兆台币，但是却没有人谈论这个，让他觉得有点不爽。但是呢，提到了现在的这个经济啊，他还是非常的有信心啊，还喊说现在是 A++++。他呢脱稿演出，他在这个宾州的竞选演说中脱稿了，抨击这个民主党，那夸耀自己的经济政绩是 A+++，使得啊他对民生议题的关注是显得有点敷衍了事了，都不知道现在通膨有多惨吗？好，但是呢，他一直在抨击鲍尔说你降息降得不够，说这次只降0.25个百分点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鲍尔太僵硬了，死脑筋，正在对美国的经济来拖后腿。不过现在美国的确是深陷了失业增加、通膨不退的双重危机，联准会连续3度降息，但也暗示差不多了。好，来看到川普真的是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啦。那么美国有可能在他的带领之下再次伟大吗？我们请教亮哥。其实黄仁勋能够说服川普开放 H200，然后压过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建制派的反对你就知道川普的权力有多大。这个相当不容易可是据我了解，黄仁勋说服川普主要的论述是说中国大陆1年半就会追上，所以你不让我赚这个钱吗？那等对方会做，他就不买了。而且 NVIDIA 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一路在下降，它本来是52%现在大概降到30几而且还在下降主要就是中国大陆不买。中国大陆对他做反垄断调查，而且对于他这个回送资料也感到怀疑所以即便这个 H200，据我了解
我看到中方的反应非常的冷淡，就好不容易说服川普了。我现在看到一个报道是说，中国大陆可能考虑限量购买。对，所以黄仁勋也不要高估你的订单会有非常大了。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把这个华为啊、寒武纪啊都列入政府的采购清单。那他不希望整个 GPU 的生态系会依赖这个 NVIDIA 的 CUDA 系统，所以这个坦白讲已经是自力更生的路子了啦。他现在因为过去那个 CPU 啊，我们讲那个台积电的高阶芯片啊，那个计算芯片，那个中国大陆最惨的嘛。所以我认为他不要再受这个虐了啊。就是说，我们知道有几种芯片嘛，逻辑芯片是台积电，目前就是领先最多的啊。另外是记忆芯片，记忆芯片其实中国大陆也慢慢追上了。那另外也就是图形晶片 GPU 嘛啊。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是把这个芯片的制造列为国家最高的目标啊，所以恐怕接下来还是政府会要求尽量买自己的国货了。那这个很麻烦哦，这个当然会有人走私了。我讲白了啊，黄仁勋说：“哎呀，没有走私啦，没有什么地方的这个什么幽灵资料中心，大概是没有这个啦。可是很明显有转单的，就是说，比如说前一阵子就传出来嘛，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中东的阿联酋都有啊。而且我讲白了啦，这我也知道一些状况了。你那个买那个黄仁勋那个组合的一个旅行箱，整个就装进去了啊，那就托运上单包那个背包客啊，背包客一个人带着走啊，那一个是300万美金啊，那他可以赚差价啊。哇！所以这个东西啊很难阻止啊，可是不可能说有一家公司啊专门负责转卖，不可能。这个太显，你这样早就被抓到了。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知道吧，就是你要禁用，那自然有人就会赚这个套价、这个套利的空间啊，所以难以阻止了。那另外讲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理工科的学生啊，我们讲那个 STEM， 尤其是人工智能，如果美国还是对使用大陆的科技人才做阻止啊，那未来当然美国的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恐怕就会碰到很大的瓶颈了。而且现在还有那个 HB1 护照的签证的取得，那也是一个大麻烦。一个公司对一个人要给10万美金呢。所以除了那个是最顶的啦，因为最近美国就跑去中国大陆什么清华啦、浙江大学去挖那个最顶尖的学生嘛，很多都被挖到谷歌去了啊。那可是如果未来美国还是对大陆的这个学生啊、理工科的人才设各式各样的限制啊，那前途堪虑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中国的 AI 要超越美国了吗？请教李胜峰委员。应该全世界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未来的 AI 跟人工智能，世界上就只有2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2个人走的是不太一样的路线，一个是闭锁的，一个是开放的，一个是资本市场来决定发展的，一个是国家规划来决定发展的。所以，那究竟谁会成功，谁会失败？现在不要预测得太快，但是呢，却有一些指标值得你参考。所有的这个 AI， 就像台湾还在吹牛，没有足够的电力是没有 AI 可言。这个电力的部分，现在呢，全世界美国绝对有足够电力的潜能，只不过他愿不愿意在这里继续投资下去。而中国在这个电力大概已经知道，将来未来能源的输出国家，过去我们的能源输出叫做什么？叫做汽油，未来能源输出叫做电能。中国大陆在电能的输出上，那个进步的程度包含了那个移动电池的储能的这个
这些东西都远超出你的想象之外。那第二个呢，就是芯片，它从一个切心的国家，这切心的国家到将来它会是一个供给全球芯片的国家。它今天芯片的要求上很简单，不是0跟100，它今天是80跟100之间，所以它是时间可以把它弥补，而且它很清楚知道一件事，它在整个的产业结构里面最被卡脖子卡得最厉害的，而且也深受其害的就是芯片。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啊，这个200要卖的时候，中国大陆一点兴奋都没有，因为美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我卖你的目的是让你开始享受这种廉价而又方便的芯片。过去中国大陆就是受了这个的刺激，在所谓的猪啊，这个买这个做不如买啊，买不如猪啊的情况下，他们知道芯片自己没有发展起来，他会遭到很大的痛苦。第三个就是人才，这个是美国将来要面对很大困难。美国本来是用全世界70几亿的人来挑人才，中国最多14亿来挑嘛，应该讲美国应该是遥遥领先。但是很抱歉，在这个部分，甚至现在在矽谷都有一个笑话产生了，就是不懂中文的人要来玩矽谷的游戏会很辛苦，尤其在 AI 的部分。为什么开会用英文？可是，一到关键点上，就发现几个老中讲的是中文。那老外现在开始学怎么样子去体会了。最后一个是治理，所谓的治理就是他要治理绩效，加上他全国一盘棋的按照规划来推动，而不是市场来决定。这个部分当然以市场来决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拭目以待。但两条是走不一样的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中科技战接下来会怎么走？我们请教聂老师。OK， 我想四足鼎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但是没有科技什么都走不开。科技决定一个国力的未来，就这么简单。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刚才有讲到这个美国和中国，他们的确在这个整个科技的未来是不太一样的，尤其现在是富含着这个 AI 趋势的这个科技未来。那美国就是刚刚这个申峰讲这个资本，这个建立了一个这个 AI 的这个 AI 或科技的强国，而对岸真的是国家规划。可是我们不可忽略掉，我们的对岸的国家规划里面也是包括资本财的，因此他们用国家力量在2014年嘛、2019年、2023年分别在大金1期、2期、3期计划，甚至非常规划式的在每个省有不同的这个所谓配套的搞大数据的啊，比如这个云端的啊，就在不同的地方，甚至找这个公关机器人的等等，就在安徽等等。好，那我现在讲的是说，今天我们看一下科技一日三变了哈。去年底呢，我觉得中国还在用求的方要拿 H100，求都求不到。结果呢，降规版的20，结果川普终于让黄仁勋决定要去了。结果在今年年中真的进到中国大陆，没有想到短半年，中国的寒武纪等等的，很快的半年就已经在我去年想求的东西，当然 H20只有这个100的这个算力28%了，就追上了。所以中国很快就说，我跟你讲28，我建议你们都不要用，很快退回去了，对。